有的小朋友出生了以后呢，怎么吃都吃不胖；有的小朋友呢，从小就很容易胖。很多父母认为说，孩子出生以后的身体是从出生之后吃出来的。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忽略了一件更早发生的事情啊！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之前，他已经在妈妈的身体里面生活了大概9个月了。妈妈的血糖水平、营养状态、炎症的状态，甚至于代谢的健康，都可能影响孩子未来的代谢轨迹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很多人没有关注到的问题：妈妈孕期的饮食和血糖变化，为什么可能影响孩子未来的胰岛素敏感度？孕妈妈应该怎么做，降低孩子未来出现代谢问题的风险？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孩子出生以后才开始面对食物的环境的，其实不是的。生命最早期的代谢程序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建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胎儿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小生命啊，它通过胎盘和妈妈进行物质交换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，妈妈和胎儿之间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自由通过。比方说，妈妈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可以通过胎盘送进胎儿身体循环，但是妈妈自己的胰岛素并不能够直接大量的通过胎盘进入胎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妈妈吃完了精致碳水，导致血糖偏高，胎儿接收到的就是外界有大量葡萄糖的供应，可是帮助降低这些葡萄糖的胰岛素却需要胎儿自己制造，这很不公平啊！胎儿的胰腺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成熟的，胎儿的胰腺在怀孕早期开始形成，随着孕期的发展，胰腺贝塔细胞慢慢的建立功能的，开始参与血糖的调节的。换句话说，在胎儿自己的血糖调节系统还在发育的过程当中的时候，他已经可能开始面对来自于妈妈血液中的葡萄糖的压力了。如果妈妈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，更多的葡萄糖进入胎儿，而胎儿为了维持血糖稳定，就需要增加自己胰岛素的分泌。那这里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：胰岛素多一点不好吗？它不是这么简单的，因为胰岛素不仅仅是一个降低血糖的激素，它同时也是我们身体里面一种非常重要的生长信号。在胎儿的阶段，长期比较高的胰岛素环境就有可能会影响脂肪组织的发展，有可能影响能量储存的方式，出生以后的代谢适应能力都可能受影响。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孕期血糖控制不好的人群呢，孩子出生的时候体重可能偏大，未来儿童肥胖跟代谢异常的风险就有可能会增加的。这是不是意味着孕妇就不能吃碳水了？我特别强调啊，不是的哈。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马上就想到那就不能吃主食了，那是另外一个极端了哈。怀孕期间，胎儿的发育需要能量，需要蛋白质，需要脂肪酸，需要维生素，需要矿物质。健康的孕期饮食不是追求完全没有碳水，它真正需要避免的是长期大量高频率的刺激血糖。比如说长期大量的喝含糖的饮料啦，吃冰淇淋啦，糕点啦，甜点啦，精加工食品啦，精致碳水的堆积啊，导致血糖长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，或者是大幅度的波动。我们应该重新理解一个概念的，孕期真正重要的不是吃多少，而是妈妈提供给孩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谢环境。那具体该怎么做呢？第一，最好在怀孕之前就开始改善自己的代谢状态的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，怀孕不是一个突然开始的事情的，女性的卵子成熟、身体营养储备、代谢状态都受到孕前生活方式的影响的，所以不要等到怀孕以后才开始关注健康啊。第二个，关注血糖的稳定，而不只是关注你的体重的。很多女性怀孕之后最关注的就是我不能胖，我不能胖，体重不是全部的。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血糖是否稳定啊。一个人的体重正常，也可能存在胰岛素抵抗、血糖波动、营养结构失衡的。第三，保证足够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。胎儿发育需要大量的原材料的，不要把孕期的饮食理解成为吃的越多越好。现代社会更多的问题不是能量不足，而是高热量、低营养。第四，记住保持适当的运动。很多人认为怀孕以后应该完全休息，但是在安全的情况底下，规律的活动，包括散步啦，适当的力量训练啦，保持肌肉的状态啦，对于妈妈的葡萄糖代谢能力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呢，不是为了增加孕妈妈的压力，因为孩子的健康不是由妈妈一个人决定的，基因啊，出生以后的环境、饮食、运动、教育，
都会共同影响孩子的未来。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，生命早期的环境确实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代谢起点。很多父母花大量的时间研究孩子出生以后吃什么奶粉，什么时候添加辅食，吃什么零食，可是你可能忽略了，孩子第一次获得营养是在妈妈的身体里面。所以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：父母给孩子的不只是基因，还有孩子出生前9个月所经历的生命环境。而保护孩子未来的代谢健康最好的时间，不是孩子出现问题之后，而是在生命开始之前啊。